这里是师祖的私人领域，在三圣山的时候，是蛇兄带我闯进去的。这次我自己跑来，可一不可二，万一他生气了怎么办？好痛！醒醒！醒醒！我的血应该早已能压制毒性，难道他体内这东西并不是寻常的魔毒，不是魔域的奸细吗？怎么一次又一次被他反噬？张嘴！咬！咬啊！不能太用力，也不能不用力。救人比杀人难多了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阡陌一念闪了离别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那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虽远，但之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言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换。有生之年我只杀人，几次救人都是因为你，偏偏你却如此无用，连我的血脉都承受不住。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生生世世不换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好冷啊！周围怎么这么暗啊？这不是师祖的血凝花吗？好久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了。是我睡错地方了，还是老板报错抱枕了？外面怎么那么吵啊？我怎么好像突然有了千里眼跟顺风耳啊？感觉动动手就能移山填海。老板，我好像变强。师祖，师祖，还活着，吓死我了。
真难想象他这50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这道伤是新的。昨天晚上我肚子疼得差点要疼死了，好痛！难道是你救了我？那我现在身体里这异样的感觉都是你给予我的吗？为了救我，你竟然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虽然我总叫你老板，但其实如果能选，我不会留在你身边，因为你是个很危险的人。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，你应该是个大坏蛋。可就是你这样的大坏蛋，在这个世界却一次又一次地救了我。我肚子不疼了，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您的血啊！趁现在让我们杀了他，永绝后患。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这种伤对于修仙的人来说，不应该一下子就好了吗？可我看着胸口的伤，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啊。我的体质比较特殊，伤口很难痊愈。这种弱点您告诉我干嘛呀？告诉你又如何？这点小伤，又能奈我何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逼 king 人设呢？什么是 B King 人设？就是您这样的，老是一边开大一边吐血。看我受伤，你有些紧张。有吗？对了，您怎么给我解毒的呀？你喝了我不少血，又吃了血凝花。那个传说中一片能增长1000年修为的血凝花。哦，可惜都没尝到是什么味道就昏过去了。不过司马娇还真是大方啊。你的修为如今已到了化神期，如何？想杀我了吗？不想。还想长修为吗？不想。那想离开我吗？不想。等等，不对，为什么最后一个答案是不想？我已经被吃喝玩乐的生活腐化到这种程度了吗？算了，他是为救我才这么累的，当个抱枕就当抱枕吧。神仙的感觉这么快乐呀！不要随意乱跑。我在白鹿崖，别人的神识不敢靠近。出了白鹿崖，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虎视眈眈。凭你如今的修为，出去碰上任何一个，便会立马陷入池淀。神识就是刚才那个呀。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我总觉得这里的一切都不够真切。可今天被司马娇这么一番操作，修为大涨，竟然有了置身修仙世界的真实感。原来学术法这么好玩啊！还能玩点别的什么呢？
都化神期了还那么弱，随便一拦就被打下来了。那我刚学术法嘛，自然比不过您这个学了500年的学霸呀。学霸又是什么？不过就算再给你500年，你也比不过我。你这算什么师祖？简直就是小学鸡！我真的是膨胀了，竟敢公然骂他了。你敢骂我是鸡？不是，小学鸡在我们那儿是一个夸人的说法，他是说您很可爱，很惹人爱。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哎，是啊，我现在哄师祖的本领，可算是炉火纯青了。别演了，看出来你想吃，想吃就让你吃个够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气会变老变丑。你还想睡觉？这家伙快死了！我刚给他吃了救命大补丸，这家伙的灵符里面一团糟。他之前要跟人同归于尽，连神魂都差点烧了拿来用。现在虽然身体正在恢复，但是意识已经快散了。那会怎么样？会死。可是刚刚那高人的灵药只能救身体，救不了神魂啊！你进他灵符，把他的神魂劈一劈不就行了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不是一直喊着要杀死司马娇吗？你有这么好心吗？你以为我想救他？我还没想到办法和他分开。他现在死了，我们就一起死了。所以你赶紧救他！你说的轻巧，司马娇修为这么高，他不敞开灵府，我怎么进去？你去试试啊！他不是很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你从哪儿看出来他喜欢我？他心里想什么我会不知道。你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吧！再不抓紧，等他意识彻底消散，他可就真死了。司马堂活马医吧，我怎么进灵府啊？贴额头。哦，贴呀！这就是司马娇的灵符了。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？没有攻击性了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。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家伙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，换我也得发疯。
将永生地活在烈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教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！不要！这是神魂内核，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停下！快停下！不要！我要怎么才能按住？云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问烟过界，点亮针眼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我，开出心莲一朵。血未停，烟未尽，三生的冷静。那是你无寒风月里，无人听，无人听，你眸中有万千星，化作烟火凋零。不愿命运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司马萧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只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无言过界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疯我，开出心莲一朵。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
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的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呀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言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？目前这个问题很难跟你解释。熊孩子臭火苗，说什么起码要帮他融合修养3次，他才能苏醒。现在才2次，谁教你的数学啊？我似乎
睡了一个好觉。那可能有我的功劳。你胸口的伤也快好了，这灵药可真好使啊！最好用的不是灵药，司马乔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？命运偏袒我，怎么样一场？不怕轻易被抵挡，赢过一场一趟三生的对望。我相信每一世爱上。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我以为你还要在外面忙好几天呢。怎么，不想见到我？怎么会？你喜欢这里吗？还行吧，吃食倒是比学府里的好吃。可惜忙着应付他们了，都没有吃好。以你如今的修为，根本不需要吃这些，除了一饱口腹之欲以外，没有任何益处。我吃东西就是因为嘴馋啊。要满足口腹之欲的乐趣，我的确不能理解。一个人要是连好好睡觉和品尝美食都做不到，生活一定少了很多乐趣。我建议你多品尝些美食，对保持心情愉悦很有帮助的。咱们去哪儿啊？原来你是拉我来开小灶的。那些人废话连篇，你方才也没吃下多少吧？你可太懂我了。我吃吧。蛋羹口感顺滑，入口即化。这调味在香菇若有若无的映衬下，更是将鲜美发挥到了极致，简直天上有地上无啊！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你面前明明有，非要吃别人的。想吃便吃了。爽脆，馋牙。这东西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个烦人精，真想把那一盘点心都扣他脑袋上。你听到了？听到什么？司马娇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能听到我心里在想什么？
我？你不是说你不会读心术吗？我的确不会读心术，只是近日你心绪不稳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到你心里在想什么。只对你。这种精准判断就不必了吧？为什么偏偏针对我？能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，这是修仙界常有的事。你有什么变化吗？不会是因为神敲，所以你不用睁眼之势都能听到我心里话了？这些事，你在陈学府上没听父子讲过吗？廖廷烨啊，廖廷烨，以后还是认真听几堂修真界生理健康课吧。你想的这些，我都听得到。1得1，2得4，3得9。祖宗，不会在我激动时的每一句脑内想法，你都能听得到吧？不至于一字一句那么清晰，不过，如果你要是骂人，那我是知道的。我劝你平心静气为好。你还有脸说我？你这个动不动发怒的！44、16、55、25。你每日除了想吃想睡，还能想什么？害怕让我知道的事儿？您恐怕是对我的认知不够全面了。我在的那个世界，信息爆炸，有各种各样奇葩的东西，恐怕是要超出您老人家的想象啦。我还是背会儿乘法口诀清清心吧。别笑了，别笑了，别笑了。我倒真没见过这样的。不愧是魔域教出来的，让我大开眼界啊！求你别看了。你回来啦？回来了。哦，你这拿的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在一个宝库里面看到的，觉得还不错，就带回来给你玩。这应该不是个单纯的镜子吧？这个怎么用啊？这面镜子只要有灵力，即便两面镜子相隔万里，也能看到对方的状况。可惜画质没有手机的清楚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很喜欢。撒谎，不喜欢就碎了。啊，你干嘛呀？我喜欢，你还我，这可是你专程给我带的礼物，你给我。那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？穴未停，言未尽，3生的冷静。那是你，哦，寒风月里。这便是大谢礼啊。
我要澄清，这个不是感谢。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，就是形容两个人心意相通，互相倾慕。不是男朋友，是什么？用你们这里的话说，就是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廖天燕，猪脑，猪脑。暴躁的祖宗也有像只小猫的时候啊。哦，我的镜子。这个镜子要是多几面就好了，可以放到各个地方，再把所有画面都聚集到这一块上面，那不就是直播啦？直播？直播是什么？直播就是你能实时看到各个地方的情况，比如啊，把这个镜子放一面到庚辰仙府大广场，我们就能看到弟子打架比武；放到闹市街坊呢，能看到市井生活人间百态。甚至还可以放一面到山林花树里，野生动物大型生活录，岂不是美滋滋？听起来不错。以后你若听到声响，聚集灵力，敲敲就行，就能看到我想看的啦。直播看多了也没意思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最近术法学的太多，记差了？我去看看书。
查查资料。你要查什么？我可以教你。你还知道回来？你刚刚画的是什么术法？这个叫颜文字，我的专属密码，可爱吧？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你得意什么？我可没有在等你。你不在的这些日子，我有课呢我就上课，没课我就出去买点心、买衣服、置办家具，我滋润的。别担心，这样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。你要是身体不舒服，你就不要让自己这么累了。不必担心我。明日我会在学府多待些时间。你说不出去，真不出去了，是为了陪我？你喜不喜欢热闹？再过几日，便是庚辰仙府万年以来最热闹的时刻。是庚辰仙府的什么节日吗？不会是要约会吧？还有点小鹿乱撞呢。不是节日，但我会让它变得值得庚辰仙府纪念。啊，懂了，原来是搞事业呀。好了，小鹿一下摔死了。你不是说只有我心情激动的时候，你才能听到我的心声吗？你觉得你刚才的心情不够激动吗？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本人已睡着，请在低声后留言。滴。你这人笑点真的好低呀！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就知道拿我寻开心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摸鱼。哪个社畜不爱摸鱼啊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谁说我不知道？怎么就你能抓到那些鱼？这个才叫摸鱼。什么都不做。反正我是什么都不做了。谁能给我
会抓到好多鱼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，我超喜欢、超崇拜的。会抓鱼的男人也太帅了吧，好让人有安全感。能抓到的都是超绝厉害。别废话了。辛苦了，过来我给你擦擦汗。这点小事还不至于让我出汗。来嘛。你蹲低点。这些鱼别都烤了，给我熬个汤吧。你要吃啊？我自己抓的鱼，我不能吃啊。能，是什么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开口要吃了呢？是你这能美容养颜的鱼呢，还是我这个咸鱼呢？多嘴。人间美味，不对，仙界珍馐。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鱼啊？外表酥脆，内里软糯，又鲜又香。你的汤好喝吗？你自己尝。简直好喝的舌头都要掀掉了。好喝。它应该登上《舌尖上的仙府》，能让不爱吃东西的祖宗都觉得好吃。原来是因为这里的食材真的很好，我随便这么一搞都这么好吃。明儿我要继续出门，用你的话说，就是搞事业。此行需费些时日，你要是有任何想带的，随时跟我说。你放心吧，我还有你给我的流光镜，你安心去搞事业吧。停业，停业！停业，疼吗？还行。你撒谎。不舒服，疼死了！你终于来救我了。城市天空，让爱背负淡忘。老生注目的镇上，他们修为要是比我低，我就拼命试试了。但是对方有好几个化身，我动手也是自找罪受。切断了爱意的生长。命运篇章怎么越绕越长？我本来觉得没什么的，怎么一看到你就开始难受了？你跟我说说话呀！你跟我说说话，我就不难受了。我们经历的沧桑，任凭谁遮雨伞下，缝合了爱意的形状。为你
好了，我不疼了。啊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不会是要去杀人吧？不然呢？月初回毕竟是月之宫的少公主，你这样会被发现的。前面就是紫流山庄，我儿就在那里。不就是带个永令春吗？闹这么大动静？大胆！谁同意你们进来的？韩道君，小风道君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的侍卫们很快就会回来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们俩谁也走不掉。师祖，廖天燕，师祖。师祖，你不要过来！我娘亲很快就会来救我的。他们已经来了。初回，娘，救救我！司马娇，你快把我女儿送过来！师祖，他们在劫封印法阵，我们被包围了。知道了。月公主，别着急，莫要忘了，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封印司马娇。你来，剥了他的脸皮，杀了他。不要！这人欺负你，伤了你，你就要自己报复回去。他伤了你的脸，你就剥了他的脸皮；他让人打你，你就打碎他身上每一根骨头；他让你痛，你便让他剧痛而死。师祖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！司马娇，八大宫俱在，今日你要是将我女儿放过来，一切都可以商量。如果我女儿有什么闪失，我要你拿命来赔！吵死了！娇娇，我肚子好痛的，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们先回去再说，行不行？不行。我受了好严重的内伤，你再不救我，我就要死了。我好怕疼的，求你了，祖宗。你确定不要自己动手？
我没有跟你装，我们先回去再说，好不好？好。你不杀，我便依你。今日八大公看着是要动真格的了。你现在伤势还没有痊愈，我们利用月初回当筹码，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啊？别的我可以依你，但这个人必须付出代价。不，师祖，不要！救回！月公主，你要振作一点。你不是说你能救他吗？你不是说你能救他吗？我早就应该冲过去，而不是一直陪你们在这里耗着。你一个人冲过去有什么用？你能有胜算吗？你女儿只是被废了功法，至少命保住了。月公主，不要分心啊，振作起来！今日我定要拿下你二人的性命，为我女儿赔罪。你以为你这阵法能困我多久？司马昭，你要是能够破我的阵法，你早出来了。百凤山一战之后，你身负重伤还未痊愈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是不是重伤未愈？你可以走到我面前来，试一试便知道了。哼！朱灵，收手吧。如灵，你若执意如此，以后我们还如何做朋友？从我决定要杀司马昭那刻起，我便料到了会有这一天。我们那么多日的情谊，就这么断绝了吗？对。廖廷烨，黑念九，下次再见面的时候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司马昭，你果然还没有恢复啊！灵火果然强大，你即使身负重伤，竟也能和我斗这么久。哈哈哈哈哈！快要完成了，司马昭，你得意不了多久了。司马昭，司马昭，我等的就是这个时刻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八大宫之中有人帮了他？重回，重回！叶公主，刚才我看见你和那只飞鸢在交谈些什么？你们在交谈什么？他们劝我放了司马昭，但我没有答应。师掌门莫不是怀疑我？平日里，你和那廖廷烨
相交甚好，又与那黑蛇颇有情谊。叶公主，莫怪我多疑啊。是掌门多虑了。你快坐。怎么样？我只是一点小伤。你的伤都还没有恢复，你怎么突破封印的？当时在小结界中，你明明告诉我需要8大宫中有人助你，才同意让我去说服如灵的，不是吗？叶如灵只是个幌子，真正助我之人是袁彻。万一他背叛了你，或者帮不上忙怎么办？岂不是更危险了？救你之时，没有万一。明知道是龙潭虎穴，明明打不过他们，还要为我犯险。谁说我打不过？打得过，打得过。没想到你已经学会跟人合作了。他能助我，已经是他3生有幸，缘何合作呀？那你以后要学着多找人帮你。可是既然已经有了袁彻作为接应，那为什么还要让我去说服入灵，还要特地放那么明显的飞跃？为了不引起视千里的怀疑，我需要找一个情理之中的人，混淆视听。原来入灵是袁彻的挡箭牌啊！他可是我的朋友。我忘了，我跟他已经不是朋友了。丢了个本不诚心的朋友，有何烦心？你又没交朋友，自然不会懂这种心情。你迁怒于我，抱歉，我最近不知道怎么着，心情老是很烦闷，想到入灵这事儿就更烦了。我烦到胸口发闷，就跟堵了一团气似的。你最近时常感到烦闷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没有源头的很烦。先解决你这一身伤，再解决你的烦恼吧。又去谁家宝库打劫啦？来，快把这个吃了。感觉身体暖洋洋的。你还有多少伤？这儿，还有这儿，好多伤。方才是我处理的太轻了，如果知道那些东西这样伤你，就应该让他们死得惨一点。好啦，别生气了，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脱险了。今天的事情
让你害怕了没？不怕。都这样了还不怕？那我应该说害怕吗？你看，你的伤口愈合的还不错。可是我还有好多内伤呢。其实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可以让你的伤势恢复得更快，就像当初你治好我那样。你说的神交啊？不止这些。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，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问远过界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，灼烧到天地。会遇见你的那天，爱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你在做什么？我要被烧死了。这就是我日日夜夜在承受的灼烧之痛。无人听，无人听，你眸中有万千星，化作烟火。你不用怕。有我在这里，以后不会有任何人能伤你，这样的疼痛也不会再有。你若是疼痛难忍，可以向我倾诉，不许忍着。下一次若再像这般受伤，我就杀了你。谅你也舍不得。你的这里告诉我，你心疼我。别无缘过界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太疯魔，开出心莲一朵。
这么大的动静，会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？在这里渡雷劫，外面不会引起异响。如果好好照顾，就算你伤口恢复得慢，应该也能在10天内痊愈。这是特地为我准备的。对啊，谁让你是我的小白脸？我不想包扎，麻烦。不，刚上过药，不包扎的话，伤口很容易裂开，就包1天，包1天好不好？等伤口稍微长好一点，我们再拆，啊？哎，求求你了，我真的好担心呐。就包着嘛，我都用了你给我的璎珞项圈了，你也知道这是我的心意，你要是不用的话，岂不是白费了？求求你了。嗯。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在撒娇啊？那你看出来了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挺受用的。如果换了别人，那么高的修为，受这样的伤，吃点灵丹很快就能好。可司马娇却不能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被你陷死。司马娇，你知不知道你身上有一股淡淡的血凝花的香味，气息像是从血液里溢出来的。是吗？这个世界上，是不是只有我才能闻到你的味道？你特地找到这里，又特意给我炼制了那么厉害的防御法器，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次雷劫不会那么简单？对，因为你的身上有我的气息。天道契约，容不下我司马氏。他想杀我，你身上沾染着我的气息，所以才会引来这9雷劫。我本来想趁你在渡劫的时候离你远些，或许你能侥幸避过。无奈这上天，连我的气息也不愿放过。这天道怎么那么可恶？还要祸及全家。怕了？怕我连累你？我当然不怕。但渡雷劫好麻烦的，我的修为还是不能长得太快。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以
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一直与我置气吗？如果你对我来说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祖，我是不敢跟你置气的。可你不是了，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在一起安宁的日子很是珍贵，我不该与你争吵的。这话说的我们好日子不多了一样。自然不是。下午没睡好，困。那便睡吧。听言，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我以后再也不会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。这天下之事，没有一件能让我畏惧。但我现在一想到，你吃不好，也睡不好，我就觉得很可怕。稳住！别害怕，是梦。不是梦，这是我真实见过最恐怖的事情。我曾经在自己的灵府里见过尸山血海，也见过无间地狱，竟不知一个人会因为杀一只畜生而遭受如此折磨。你拿我的害怕当开眼界了？自然不是。这是什么？枕着这个入睡，凡是做梦，都会是美梦。这么神奇？这个枕头不像看上去那么个人，还挺舒服的。我今晚也进灵府陪你。这是什么香味？像是
甜食的味道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！来，大家一起祝师姐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啊！来，生日快乐！你们干啊，我随意。好。来，天言徒儿，咱们把蛋糕分一下吧。好。哎，拿盘子，拿盘子，拿盘子。这个好。当羡慕一年闪了明辨，娇娇，快来呀，给你留了蛋糕。风一脉灵活闪现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在远。早安，娇娇。做了个好梦吗？开心吗？非常开心。我梦到了师父、师弟们给我庆祝生辰，还有你，我们一块吃了蛋糕。我想到之前跟我家里人在一起的日子。看来这玉枕效果很好啊。这么有用，你为什么自己不用啊？我拥有特殊的能力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不少的法宝和灵药都对我无用。这只玉枕亦是如此。幸好有我，你等我用这个枕头调节好了心绪，就能继续在我的灵府里休息啦。但是这上面为什么要雕一只野猪啊？野猪？这玉枕上刻的是梦墨，它能识梦。这是传说中的梦墨？区区梦墨，怎么还称得上传说呢？我没见过嘛。那等我归来，我带你去看梦墨。你今天有什么要事要忙吗？没错，去搞事业。我会吩咐念九在这里陪伴你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踏进内府中心半步。好。这个璎珞项圈不是在渡雷劫的时候坏了吗？怎么还比之前漂亮了？我寻来了雷氏至心炼化塔。以后就算遭遇雷劈，也不会有任何损坏。我们这才从雷鸣山谷出来没几日，你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练好了，厉害！这件法器可以抵御所有人造成的伤害，即使是你遇到像诗千缕那样的高手，就算你躺着，对方用尽全力，也要打半天才能破坏。那破坏之后呢？在那之前，我就会找到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没人能伤得了我。瞧给这祖宗厉害的！
啊？我是说，你最厉害了。你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我现在心里很平静，你应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。我不用听，我能猜。等我回来。好，我等你。不是说是个寒潭吗？水温竟然刚刚好。好久没有这种度假的感觉啦。我竟然能出神识了，看来那个丹药果然有奇效。就知道臭美，回去就嘲笑你。怎么过不去啊？那边危险。我与比仙府还要凶险。我为你的神识设下了防护结界。哦，不过这感觉怎么似曾相识啊？自然。当时你中了魔毒，喝了我的血，又吃了血凝花，屠尽化神，也曾这样神游过。我之前偶然进了我的灵府，发现里面有你的血凝花。为什么？你慌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？我没有。你忘了，在你情绪激动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见你心里在想什么。你现在正在告诉自己，稳住，不要慌。或许你能感受到，就算是你在疏远我、憎恶我的时候，也会下意识地亲近我、依赖我。因为你的灵府里还开着属于我的花。我们之前是怎么相处的？就是这样。就哪样？
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什么也没想。我们已经，过了吗？什么？你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你进入过我的灵府吗？经常。怎么回事？脑子里竟然有画面了。不行，不能乱想。他好像能听到我的心声。可是我以前的记忆一点都没了。其实你有的是办法帮我恢复记忆，对吗？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做呢？那样不是能更快地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吗？的确，但是你有你的步伐。如果我一直想不起来呢？无妨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可以重新开始。冷静。不还。玩得开心吗？开心啊！师兄他们种的菜、烤的肉都很好吃，你的手好暖和啊。醉了？没有，喝的不多。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错，忘却了因果，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问缘过界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。你为什么总是看我一会儿就笑啊？以前也这样吗？有吗？有啊。那就是有吧。
你也是。虽然很多习惯看似变了，可我依旧觉得，你还是原来那个你。我还以为这18年的魔域经历，已经让我彻头彻尾的换了个人。只要神魂未灭，不对，即使神魂重生，我也有信心认出你。如果你能一直保持这副自信的样子，我也有信心能一眼认出你。受到天地思念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抚摸，开出心莲一朵。爱太抚摸，开出心莲一朵。穴未停，言未尽，三生的冷静。那是你，哦，寒风月里，无人听，却无人听。你眸中有万千星，化作烟火凋零。不愿命运纠葛，因果离合，回忆中斑驳。红尘万般纠错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蔓延，哪怕是神魂都幻灭。别问远或近，点亮长夜，想照亮你梦魇。灼烧到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爱太抚摸，开出心莲一朵。好冷啊！今日并不冷，他为何总会感觉冷？他体内怎会有如此旺盛的寒气？这寒气又是从何而来？你是要将本魔术烧死吗？你这个魔主，也不过如此。你现在是不是算彻底好了？我上次进你灵府，发现里面好糟糕。要是换成一般人，是不是早就疼死了？我是一般人吗？那便是没事了。都怪我，非要娶什么顾玉武。是我太天真了，在这样的乱世，怎么会有那样的桃花源呢？痴心妄想，还差点害了你。待我将仙魔两界的脏东西都清除干净，你去到哪里都是古玉物。你是要一统仙魔两界？问过魔域老大的意见没有？我的道侣是魔主，
我不应该担心此事吧？我这只是捡来的魔珠，没有实际话语权的。他们让我当魔主，不过是因为我体内的魔丹，表面上看着听我的话，实际上还得看我表现。魔域就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。你是这天地间唯一能让我不战而降的人，便是至强之人。魔域的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我会为你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你便好生做你的咸鱼。你这般为我着想，我也不能当甩手掌柜。我觉得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，打起来最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。要不我们搞个仙魔两族大融合，至于那些顽固分子，留着慢慢整治便是。听你的。这地方好好睡啊，躺下就觉得困了。困了就睡吧。我陪你。娇娇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把修为都渡给我？就快开始了。什么快开始了？你混蛋，你赶紧告诉我！我从出生以来就承受着这种痛苦，这一点上不痛不痒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炼化了风山灵火，炼进了我的血肉神魂。再过一会儿，这都属于你了。你闭关就是干这个？你疯了！放心，不疼。我把这火留给你，以后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，你我的仇敌都被我杀光了。我留给你的都是你喜欢的人和东西。为什么呀？你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庭言，我本就不能长久。不，你最清楚。不要。我的灵符里有终年不灭的火，它给了我超越一切的力量，也会夺走我其他的东西。不要。自从我融合了新的灵火以后，
我的身体就开始有崩溃之兆。经过几次接连的重创，我便确认，不要，司马氏注定要灭亡。不许！而我，也终有一死。我一死，身体里的灵魂也会跟着熄灭。可我不甘心，也不放心。不行！你问过我吗？我不想要。庭言，你身体里的魔丹已经与你的内丹完全融合了，无法根除。如今只有这灵魂能压制它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第二个我，拥有超过一切生灵的力量。有我的神魂作引，你也不用再承受灵火给你带来的痛苦。天要杀我，可我不想把这条命给他。这世间我唯独爱你，自然是给你。司马乔，你不成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是继承千万遗产的富婆；你一死，我就找几百个野男人。不会有别人了，你这辈子都忘不了我。你想得美！凭什么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？我偏不让你如意。庭言，好好活着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千山万水，我都会回到你身边。就算只能化作一丝微风，缱绻在你的耳畔，我也与你相守万年。如果你不在，我何必苟活于这世间呢？司马乔，司马乔，孤的投机，令多少医者都束手无策，你却有办法缓解。陛下都这样了，还不忘试探臣妾？你总有事瞒着孤，还不引孤好奇？思虑这么多，活该陛下头疼。孤是君主，岂容你对我如此放肆？陛下不让臣妾放肆，臣妾也放肆这么多回了。陛下挺喜欢的，不是吗？
陛下终于笑了，看来是心情好一些了。你愿姑一直开心便好。姑却……怎么？姑之前不该用丝弦贵人气你。没有丝弦贵人，也有贾贵人、虞美人。这后宫之中的每一个人背后，都是怀着各种心思的各方势力。姑虽得权衡，但从未召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。而你，对姑来说不一样。臣妾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对姑是别无所求之人，也是姑的梦中人。该用晚膳了，陛下不去丝弦贵人那儿了？不去。南燕侯逼迫姑修运河，丝弦贵人那边就当做姑的回礼了。若南燕侯真的与有颜有勾结，修运河的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南燕侯这又是谋划什么了？运河一事，修则劳民伤财，不修则交通受阻。南燕侯给姑施压，就是想用这两难之境，让姑下不来台。这事听起来确实很难有两全之法。不过陛下看起来气定神闲的模样，想必已经心中有数了吧？运河一事，姑已命人因地制宜，合理规划，可减去30%的修造成本。至于征派丁将，择标善价，逼征愿者。修造这运河，虽需多花些时日，可功在千秋。修筑运河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，陛下就按照您的规划去做吧，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。陛下可是真龙天子，定有天助。你这妖女，倒是擅长甜言蜜语，迷惑姑心。都说了，臣妾是仙女，就算陛下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本仙女也会为陛下摘来。姑不想要天上的星星，只求一个清明安稳的朝堂，便心满意足。若是可以，姑更愿意做一个平常百姓，享受着俗世烟火，快活自在。来，道君。啊，香。只不过，姑从生来就知道，自己对护国肩负重任，只愿能守住这江山社稷。那臣妾便负责让陛下自在如意，如此人间烟火，江山社稷，陛下便可兼得。姑梦到过，在梦里的火不断在我体内燃烧，和你今天的样子像极了。当时我们的痛苦并不相同，直到臣妾拥有了陛下用神魂炼化的这团灵火，臣妾才知道，陛下当初承受的痛楚是有多深。那时，
姑是如何缓解疼痛的？臣妾会这样做。当初，臣妾还为陛下降过一场雪。说起来，好久没有看过雪了。等下雪的时候，姑陪你一起。好。以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能不能不要自称为妾，你也不要自称为姑？我觉得你、我们都是很美好的字眼。姑知道。我知道了。还疼吗？是你先亲的我，我亲完了。你说完就完了。别跟姐姐闹啊！睡了。化成爱与之间，当谢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，风一脉灵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听言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限，惹不来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回春说。你想起来了，终于不想瞒着我了。不想。我在失去记忆的这些年里，已然感受到了被蒙在鼓里的酸楚与痛苦。历经了这一世，我才知道有多难受。今天我为你准备的这场雪，就当作是我给你赔礼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难受。你让我因为失去你而日夜煎熬，你瞒着我把灵火炼化了，全给了我，就不怕我带着灵火跑了，我让你魂飞魄散啊！那是我给你的选择。若你宁愿忍受痛苦，也想让我留下，我就会留下。如果你不想，我也会用神魂为你做灯引。总之，给了你的东西，你想如何就如何。
总是这样，不管痛的要死，还是伤的要死，你都一直忍着，不让别人发现一点点。我之前不懂，但是我现在明白了。如果过去对于你而言是痛苦的，我又何必非要让你想起来呢？你说过，你想肆意快活地活着，那就做个普通人，平安喜乐地过此生，不好吗？比起失去关于你的回忆，从前的痛苦都不值一提。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荒野，风一脉灵魂相牵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我的人，如那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最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今日这么大阵仗，南燕侯必定坐不住。今日的婚礼，也是我一直想要给你的。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娇娇，今日必做之事是交换戒指。这是你曾赠予我的情侣戒指，如今应当叫婚戒。在我们那里，婚戒寓意着两人成双成对，永远在一起。即使死亡，也不能让两个人分开。穴未停，言未尽，三生的冷静，那是你。哦，寒风月里，无
从今往后，我们生生世世会在一起。不愿命运纠葛，雁过离合，回忆中斑驳，红尘万般纠锁，忘却了因果。轮回到烈火，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春宵苦短，不如纵欢。灼烧的天地撕裂，不会遇见你的那天。